每个人都以为深夜莫名其妙惊醒只是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晨起一泡浓茶尿只是上火，但真相往往令人心惊。这可能是身体在悄悄拉响救命警报。读懂这些信号不仅能帮咱们破除疑神疑鬼的焦虑，更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患。咱们老百姓常说吃喝拉撒睡是过日子的根本，这简单的5个字看似寻常，却是衡量一个人五脏六腑是否安康最直接的标尺。在这几件事里面，有2件特别微妙，一件发生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是咱们精气神充电蓄力的时候，那就是睡觉；另一件发生在清晨一早，是咱们体内清理垃圾排毒的时候，那就是排尿。很多朋友觉得困了就睡，有尿就排，哪有那么多门道？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朋友偏偏就在这2件大事上犯了难，心里天天七上八下。您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晚上10点多就踏踏实实上床了，可一到凌晨3、4点钟，就好像脑子里有个看不见的闹钟突然砸响，啪的一下眼睛就瞪得溜圆。醒了之后脑子清醒得很，看着屋外漆黑一片，听着身边人的呼噜声，自己躺在床上像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越想睡心里越发慌，甚至忍不住胡思乱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治不好的大病。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急冲冲跑去洗手间排晨尿，低头一看，心里又猛地咯噔一下，那尿液黄的就像泡浓了的苦茶，有时候甚至还分成2股喷洒，溅得马桶到处都是。这时候很多人心里就开始打鼓，是不是肾脏不行了，还是前列腺彻底坏了？今天咱们就把凌晨早醒和晨起尿黄分叉这2件最折磨人的心事掰开了揉碎了彻底讲明白，不讲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只讲实打实的生理奥秘。大家如果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康，请先点击关注和点赞，在评论区扣个1，咱们一起把健康的钥匙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先来好好探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凌晨3、4点早醒，为什么偏偏是3点或者4点，而不是夜里1点或者早上6点呢？这在生理原理上可有着非常深刻的讲究。古人讲究子午流注，认为凌晨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辰，是体内气血由静转向动的重要节点。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咱们睡眠结构里最脆弱的一个缝隙。很多人以为睡着了就跟手机关机一样，一黑到底毫无波澜。其实咱们的大脑在深夜里忙碌得很，它在按照一种固定的节奏运转，咱们称之为睡眠周期。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持续90分钟到100分钟，在这期间，人会经历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最后进入做梦的快速眼动期。随后大脑会短暂的接近清醒状态，再顺理成章地踏入下一个90分钟的循环。咱们不妨来算一笔账，如果您晚上10点半盖上被子入睡，那么在经历了大约3个完整的周期之后，时间刚好来到了凌晨3点到4点左右。这个时候咱们刚刚结束了一个深睡眠阶段，正处于向浅睡眠跨越的门槛上。可以说此时的睡眠薄得就像一层纸，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这层纸就会被瞬间戳破。如果年轻小伙子身体强壮，这层纸破了也就破了，身体的惯性会拉着人翻个身继续睡过去，第2天早上根本不记得。但对于上了年纪或者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朋友来说，这个缝隙就像一道难以跨越的坎。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要身体内部有一丁点不舒服的信号，或者心里沉着一丝放不下的事，都会被敏感的大脑无限放大，硬生生地把人从梦乡里拉出来。到底是谁在深夜里偷偷伸出黑手把咱们弄醒了呢？帮大家梳理了4个最隐蔽的幕后黑手，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情况仔细琢磨。第1个黑手就是岁月的无奈，也就是咱们体内褪黑素的枯竭。咱们经常听说褪黑素，它其实是咱们大脑深处那个豌豆大小的松果体分泌出来的一种重要激素。您可以把松果体想象成一个尽职尽责的古代打更人，每当夜幕降临，四周光线变暗，这位打更人就按时上岗了。他一边敲着锣，一边分泌褪黑素，给全身几十万亿个细胞传递天黑请闭眼，该休息了的信号。它让体温降下来，让血压稳住，让心跳放慢。所以说褪黑素就是大自然赐给咱们天然的安眠因子。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打更人也会慢慢衰老。科学研究证实了一个残酷的现象，咱们过了35岁之后，松果体的功能就开始默默走下坡路。
到了50岁或者60岁，体内褪黑素的分泌量可能只有年轻时的一半甚至更少。这就好比咱们开着一辆旧汽车，年轻时油箱加得满满的，一脚油门能跑800公里，那是倒头就睡，雷打不动。随着年纪变大，汽车油箱老化了，每次只能加半箱油，跑着跑着到了凌晨3、4点，油表灯突然亮了，褪黑素消耗光了，没有了油力的支撑，发动机自然熄火，人也就清醒过来了。这种因为褪黑素减少引起的早醒，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征，那就是虽然醒得早，比如4点就醒了，但醒来之后并没有觉得特别难受，头脑反而是清醒的，白天精气神也还行，买菜做饭带孙子都不耽误。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家千万放宽心，因为这大多不是什么疾病，只是正常的生理老化，就像老了会长白头发、生皱纹一样。睡眠变短也是时光留下的痕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焦虑，不要躺在床上跟自己死磕，非要逼着自己睡回笼觉。你越是强迫自己，大脑就越兴奋，反而把好事变成了折磨。醒了就顺其自然，闭目养神或者起来看会儿枯燥的书，接纳这种变化才是对付岁月最好的态度。但如果凌晨醒来之后感觉截然相反，觉得浑身无力、心慌气短、头晕脑胀，感觉这觉睡得比打仗还累，那就必须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很可能不是岁月在开玩笑，而是第二个黑手在作祟，也就是激素的剧烈波动。屏幕前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处于更年期前后的姐妹们，对这种痛苦肯定深有体会。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不仅仅管着生育，更是神经系统的保护伞和稳压器。年轻时有这把伞遮风挡雨，神经系统稳如泰山，但当女性步入更年期，卵巢功能退化，这把伞突然被收走了，神经系统就会直接暴露在外界刺激中，变得无比脆弱和敏感。很多姐妹描述那种感觉，晚上睡着，突然感觉一股炽热的滚烫热浪从胸口猛地冲上头顶，紧接着全身大汗淋漓，衣服被单全都湿透了。这一热一冷之间，人就被生生折腾醒了，这就是典型的潮热盗汗。醒来之后心跳的砰砰作响，心里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甚至委屈的想掉眼泪。这种早醒伴随着强烈的身体不适，严重折磨着身心健康。男同胞们也别在一旁看热闹，男人同样有更年期，只是男性的更年期来得更加隐蔽和漫长。随着年龄增长，男性的雄性激素水平也会逐年下降。当雄激素降到一定程度，男人也会出现睡眠变浅、频繁易醒、脾气暴躁、肌肉松弛、大肚子突出的情况。如果是激素波动造成的问题，咱们就不能光靠硬扛，平时要穿透气纯棉的睡衣，卧室温度适当调低。女性朋友可以适量多喝豆浆补充天然植物成分，男性朋友要适当加强力量锻炼。接着咱们再来揭露第三个更加狡猾的幕后黑手，它跟咱们体内的解毒工厂肝脏以及能量源泉血糖有着密切的联系。咱们刚才说到凌晨3、4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老百姓常说肝火旺则睡不安，这确实有道理。从现代生理学来看，咱们晚餐一般在6、7点钟，到了凌晨3、4点，距离上一顿饭已经过去了8、9个小时，肚子里那点食物早就被消耗一空了，但咱们的心脏还在跳动，肺还在呼吸，大脑还在运转，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能量从哪儿来呢？这就全靠肝脏里储存的备用电池，也就是肝糖原。当血液里的血糖降低时，肝脏就会缓缓释放糖原，把血糖维持在稳定状态，保证咱们在睡梦中不会低血糖。但如果肝脏功能不太理想，比如有脂肪肝、酒精肝，或者本身血糖调节能力较差，这个备用电池就会在半夜突然掉链子，到了凌晨3点多，能量跟不上，血糖快速下降，这在生理上叫做夜间低血糖。低血糖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大脑一旦断供就会受到损伤，所以大脑为了保命，会立刻拉响防空警报，下令肾上腺紧急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两种激素是用来让人拼命逃生用的，它们一出来，心跳瞬间狂飙，血压迅速升高，手心冒冷汗，目的就是把您从睡梦中狠狠打醒，催促您赶快找吃的救命。所以如果您醒来时总是感到心慌意乱，手脚发抖，后背发冷，浑身虚汗，甚至刚做完被恶人追赶的噩梦，千万别只当成普通的失眠，
要及时去检测空腹血糖和肝脏状况。有时候睡前喝小半杯温牛奶或者吃2块饼干，给身体储备一点能量，就能化解这场夜间危机。最后咱们要指出的第4个黑手，也是现代人最常见却最难缠的心理怪圈，那就是焦虑的死循环。白天大家忙着工作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各种杂事缠身，根本没工夫胡思乱想。可到了深夜，四周一片死寂，关了灯躺在床上，那些白天被压抑在心底的各种烦恼，孩子的成绩，老人的身体，房贷车贷的压力，就像幽灵一样全冒出来了。人体内有一种潜意识的警觉机制，哪怕您人睡着了，潜意识依然在站岗放哨。到了凌晨3、4点的浅睡眠阶段，大脑防线松动，潜意识就会跑出来敲门，提醒您还有一堆烦心事没解决。这时候绝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做出一件最糟糕的事，那就是伸手摸手机或者抬头看钟表。这一看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发现才凌晨3点半，于是脑子里开始飞快地做算术题，算着自己还能睡几个小时，越算越着急，越想睡越睡不着。急躁情绪让体内的压力激素瞬间飙升，让神经处于高度亢奋的战斗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因为害怕失眠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就像陷入了吃人的沼泽地，越用力挣扎陷得越深。遇到这种情况，最实用的招数就是把卧室里的钟表全拿走，手机放远一点，醒来之后绝对不要看时间，告诉自己能睡多久是多少，闭目养神同样是在休息，切断这种焦虑的心理回路。除了这4个主要原因，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物理因素，比如打呼噜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人在睡梦中因为气道阻塞突然缺氧，被强行憋醒且口干舌燥，还有前列腺问题导致的尿意频繁，以及平躺时胃酸反流带来的胸口烧灼感，还有睡前长时间刷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严重抑制了褪黑素分泌，这些都会把好端端的睡眠撕得粉碎。聊完了困扰大家的睡眠难题，咱们再接再着聊聊每天清晨起床后的另一件心头大事，那就是晨起的第一泡尿。很多人早晨昏昏沉沉地跑去洗手间，低头一看，心里顿时起风浪，这尿液怎么黄得像刚冲好的浓茶，甚至隐隐泛着红光。再稍微用力排尿，水流竟然不听使唤地分成了2条，像花洒一样散落开来。这时候很多人心里便开始犯嘀咕，是不是自己肾虚透顶了，还是前列腺出了大毛病？大家先别急着自己吓自己，其实绝大多数晨起尿液发黄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咱们来仔细剖析一下尿液的组成。尿液绝大部分都是水分，里面溶解着体内代谢掉的废物，其中有一种东西叫尿色素，它本身就是黄色的。白天咱们喝水量大，排尿频繁，水分就把尿色素给稀释得非常淡，所以尿液看起来是透明或者淡黄色的。可到了夜里睡觉这7、8个小时，咱们滴水未进，但身体依然在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散发水分。为了保住体内的水分不流失，肾脏就会加倍工作，把尿液里的水分抽走，极力浓缩尿液。这就跟熬汤是一个道理，水熬干了，汤自然就变浓变咸，颜色也跟着加深了。所以晨起第一泡尿颜色深偏黄，反倒证明咱们的肾脏浓缩功能非常出色，是在兢兢业业的工作。只要您起身后喝上1、2杯温开水，再去排尿时颜色恢复清亮，就完全用不着担惊受怕。除了身体缺水，还有很多假性发黄的情况，比如最近服用过维生素 B 族或者复合营养片。维生素 B 本身就是亮黄色的荧光物质，多余的部分随着尿液排出，颜色黄得发亮，停用2天自然就消失了。另外像吃了胡萝卜、柑橘或者某些中药，也会让尿液短暂变深，这些都是外源性染色，跟肾脏好坏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种情况大家必须高度警惕，如果您的尿液不仅发黄，而且呈现出浓茶色甚至酱油色，不管喝多少水都无法缓解，同时还伴随着眼白发黄、皮肤发黄、身上莫名发痒，看到油腻食物就恶心想吐，这时候千万别耽搁，要立刻去检查肝胆系统，因为这大多不是肾脏的问题，而是肝脏受损或者胆管阻塞导致的黄疸现象，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而渗入血液，这是肝炎、胆结石甚至胰腺病变发出的危险信号。说完颜色，咱们再来破解那个让很多男同胞尴尬万分的分叉问题。
很多人一看到尿分叉，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得了严重的前列腺炎或者肾亏。其实绝大多数偶尔发生的分叉，纯粹是物理力学现象，可以称之为高压水枪原理。经过一整夜的积蓄，膀胱里挤压了大量的尿液，内部压力非常大。当您清晨打开闸门的瞬间，高压水流喷涌而出。如果此时尿道口因为一整夜干燥产生了一点点粘连，或者有一丝分泌物把它粘住了，高压水流冲击粘连口的刹那间就会被阻挡分流，从而形成分叉。等这股高压冲开粘连之后，水流自然就恢复成一条直线了。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生理性充血，年轻男同胞如果有晨勃现象，前列腺和海绵体充血肿胀，肿胀的组织会把尿道管挤扁，水流通过扁平的管子自然也会喷出分叉，等充血消退后也就恢复正常了，这反而说明身体机能旺盛。但如果您的尿分叉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天天如此，不管是早上还是白天，排尿时都分叉，甚至伴随着尿频、尿急、尿痛、尿道烧灼感或者有异常分泌物，那这就是病理性的信号了。最常见的就是尿道发炎肿胀堵塞了通道。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天天分叉，而且排尿特别费力，站在洗手间半天尿不出来，尿流细弱无力滴滴答答，那大多是前列腺增生在作祟。变大的前列腺就像死死卡住水管的塑料夹子，让水流变得细小脆弱。这里要特别帮大家澄清一个流传极广的误区，那就是尿分叉到底跟肾虚有没有关系？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这两者基本没有直接联系。肾脏是生成尿液的工厂，而尿道和前列腺是输送尿液的水管和龙头。水管喷水分叉是水管和龙头的问题，不能怪罪给远处的自来水厂。真正的肾脏损伤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尿液里浮着一层经久不散的细小泡沫，或者眼睑下肢浮肿、血压异常升高、夜尿频繁增多。单纯的尿分叉千万别往肾脏头上扣帽子。了解了这些生理奥秘，咱们再来看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调理。这里给大家总结了3张不花钱且极具实操价值的生活处方。第一张处方是针对睡眠和神经调节的。如果您经常在凌晨3、4点惊醒，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妨尝试分段式睡眠法。半夜醒来后切记不要在床上跟自己死磕，顺应自然起身喝一口温水，借着微弱的小夜灯翻看几页枯燥的字典或者说明书。当眼皮发沉时再入睡，效果远胜于躺在床上焦虑发抖。同时可以练习腹式呼吸法来给兴奋的神经系统踩刹车。平躺在床上，双手叠放在肚脐上，用鼻子吸气3秒，让肚子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再用嘴巴缓慢呼气6秒，让肚子瘪下去。重复20次就能激活放松神经。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每天坚持喝1杯纯豆浆或者吃点豆腐，补充大豆异黄酮成分，有助于平稳激素波动。第二张处方是针对排尿和血管保养的小习惯，建议大家每晚睡前喝上1-2口大约50毫升的温开水。这小半口水既不会增加夜间起夜的负担，又能有效稀释夜间浓缩的尿液，减少结晶形成，更能降低深夜血液粘稠度，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对于排尿无力的朋友，可以在闲暇时练习提肛运动，像憋尿一样紧缩肛门肌肉5秒，再放松5秒，每天重复50次，能大大增强盆底肌肉力量，改善前列腺充血。第三张处方是筑牢安全的体检底线，建议50岁以上的朋友每年做3项性价比极高的常规检查，分别是空腹血糖测试、泌尿系统 B 超以及最基础的尿常规。这3项检查就像雷达一样，能帮咱们把低血糖危机、前列腺病变、肾脏炎症以及隐藏的肿瘤隐患挡在门外。咱们这副身体就像是一辆陪着咱们跑了几十年的老汽车，风里来雨里去，扛过了无数风霜。如今机器运转久了，零件有点磨损退化，偶尔出现异响和毛病是再正常不过的规律。咱们千万不要把身体发出的信号当成折磨，那些凌晨3、4点的惊醒是在提醒咱们该给自己松绑减压了，那些晨起发黄的尿液是在催促咱们该多补充水分了。学会听懂身体的善意提醒，与岁月和解，保持通透平和的心态，才是最顶级的养生之道。如果您觉得这些讲解解开了心中的疙瘩，请点赞转发给身边关心的亲朋好友。祝愿大家都能拥有通透舒坦的好身体，咱们下期见。